台南的第一站，我们就来吃牛肉汤。这间呢是在国华路这边附近的一个上里牛肉汤。我们刚刚直接问特斯拉的 AI 说，这附近的牛肉汤哪一间好吃，然后室内环境适合带小朋友，他就直接跟我们讲，这一间4.9颗星。我们应该要拍一个特辑，就是以后都是问那个 Grok AI， 问他到处要哪里吃哪里玩。而且我们真的超幸运的，因为台南真的很难停车，所以我们刚刚好不容易看到这附近有个停车位，立刻决定停下车，带着我们的宝宝。他刚刚吃完馒头，我们就直接来吃牛肉汤了。不错不错，因为我们这个时间来，我们是快关店前2点来，所以他就说只剩下牛肉汤跟肉燥饭饭类的啦，还有卤味。你今天点的是牛肚是不是？对，牛肚。他们家呢，其实好像还有卖火锅跟一些热炒，可是因为我们来的时间点太晚了，所以他们基本上都没有提供了。如果大家要吃的话，就早一点来。不错不错。我跟你讲，台南的牛肉汤没有雷的啦。我觉得基本上呢，来这边吃牛肉汤啊，你只要看到上桌是这种粉嫩嫩的肉片啊，就一定不会没。但是呢，各家的牛肉汤口味其实不太一样，有一些是走比较清甜，然后有一些好像可能走比较药膳的味道。啊，这间是走什么味道？清甜派的。清甜派的，蔬果派的。一开始要来这一间的时候，其实我有点小担心，因为 Google 评论上面有一个人他说，他以他在台南吃过的牛肉汤生涯做赌注，这一间是最没有必要来吃的。我看到的时候吓傻。我是觉得稍微过分了一点，没那么差，没那么。赶快跟许先生说，要不要考虑一下，要不要考虑一下？可是因为有停车位，我们就立刻决定啊，走啦，吃吃看啦。结果吃起来是不差哎，蛮好吃的哎。整体来讲，牛肉汤表现不错啊，肉燥饭算普通，算普通。可是我觉得它看起来不错，对不对？看起来不错，可能就看起来太帅了，但吃起来没有那么厉害。没关系，重点是牛肉汤好吃，然后卤味也 OK， 那就 OK 了，好不好？再如果你找到有停车位的地方，这里就很值得吃，因为它室内环境其实很舒服，冷气又凉，空间又大。台南之旅用牛肉汤开场，最棒，最棒！牛肉汤赞，看起来很厉害的肉燥饭，是吗？怎么有可能会雷啊？我知道为什么啦，因为它比较偏甜啊。那偏甜不是你喜欢的派系。对啊。但我觉得还不错哎，饭粒也很 OK 啊。它上面的那个肉燥是比较 Q 弹型的，而且是肥肉派的。如果不敢吃肥肉的人，可能就会有点嘎。那我是爱的，因为它的味道呢就比较偏甜一些。香味蚂蚁我蛮喜欢的。台南的牛肉汤啊，因为是现冲的，所以如果牛肉汤放上桌的时候，你要赶快先把肉捞起来。我们刚刚就是在一直废话当中，所以肉忘记。对呀，所以肉现在基本上呢，已经从刚刚的粉嫩嫩变成全熟的状态了。刚吃完牛肉汤，就发现上瘾的旁边有一家我之前扑空过的肉粽店。这间肉粽呢，它是只有卖菜粽、肉粽跟味噌汤3种东西而已。上次我来的时候啊，是在下午的时候来，我就看到一个阿嬷坐在外面，她有一个专属的位置。然后那时候阿嬷就直接跟我说：“哎，无啊，拍摄拢没料啊。”那一次我都还很记得，所以刚走出来的时候就觉得怎么似曾相识，这个环境怎么那么熟悉呀？他这个菜粽看起来超屌。对，他就跟我说这间网络上面很有名，不开玩笑。你们看那花生粉。吓人！它这个花生粉就是我最爱的那一种啊！整组帮我拍一下好不好？因为我觉得我们下次再吃到它的时候，可能不知道什么时候。哇，它的味噌很爽哎。对呀，它的味噌汤多少钱啊？20块，然后菜粽45块，每个人来应该都是这样一整组的。这个料20块真的神扯，里面满满的豆腐，上面浮着满满的油条。这里在烤胸ham啦，口它肉粽45颗，其实真的蛮大一颗。里面的花生也给到非常的多，巨量的花生粉，我看的心情就很好。它这是什么风味啊？我怎么觉得它的酱好像加了醋的感觉啊？吃起来真的是酸酸的耶，好有趣哦。它其实吃起来的味道是比较软绵型的，你不会觉得米粒太硬或者是颗粒感太多，还好。它反而呢是它的酱，它的酱真的太特别，有一个酸梅粉的感觉，酸酸的，完全是解腻的。没有吃过这种味道。对，我们之前吃到的都是甜味比较多，那种导游沟的甜味比较多，看他们家的不是，他们家的反而是那种酸甜味，非常特别。你沾花生粉再多，你也不会觉得腻的那种感觉。而且它的味噌汤也好好喝。我觉得它的派系算是喜欢的人就会很喜欢，但是如果你不喜欢那个酸甜味的，你可能就会觉得比较突兀一些。每个人口味真的不太一样。我是觉得还不错啦。而且它的花生啊是
比较属于滚它软比较软绵的。刚刚老板娘跟我们说，他们的咸辣好像很厉害。你看这个，它的甜辣为什么是透明颜色？透明状的。为什么是透明颜色啊？超辣，超辣，超辣！它吃下去的辣度是真的像那种小原子弹。我刚刚这样倒哦，那一口直接在你嘴巴里面一进去就砰！但是它现在非常有趣，因为它的酱是酸甜的，然后这个辣酱又蛮辣的，直接帮它平衡下来，我觉得蛮有趣的风味。算是我完全没有吃过的菜长派系。如果你们有来，可以来试试看。它的这个酱真的太特别了，满满的豆腐跟油条。我真的只有来台南啊，会发现他们的汤上面浮了超多油条，不知道是不是台南这边专属。通常味噌汤里面不会额外放这个油条啊，不是什么太特别的味道，但是就是呢，20块你一定要点下去，很值得。早餐这一组满值。这一次来台南啊，最主要的其实就是带阿凡达出来放电，因为我们觉得呢，每次都在家或带去亲子馆，它久了也会腻，所以我们就想说，趁着暑假期间，他还没上学啦，但没关系，趁着暑假期间，我们带他来台南玩，顺便吃吃台南美食。我这一次呢，在台南找的饭店是和义饭店西门馆。据说呢，这一间非常厉害，它的亲子游戏空间很大，而且它有很多户外的空间可以给阿凡达放电。因为阿凡达现在其实才刚会走，所以有一些饭店的游戏室啊，可能不是那么适合他，要适合年纪比较大一点的。我找了一圈之后呢，和义饭店应该算是最符合他年龄层的一间饭店。所以我们这2天呢，就会住在这边，让阿凡达在这边很安心的放电，我们也可以放松一下啦。到了，这个是我们今天的房间。哇，照惯例还是要给大家一个 room tour。一走进来呢，你就会发现有一个全身镜，打勾，全身镜很棒，我喜欢。是插卡不好啊，不好意思。进来就看到这里有个全身镜，很棒，很高的全身镜，看起来很瘦。OK， 进来呢，这边是衣柜，好，正常空间，衣柜空间。左边的部分呢，天儿啊，它的浴室很大哎，它这玻璃好像是不是透明的，但它这个浴缸真的很大哎。这里呢是你的洗手台空间，女生就可以在这边化妆，我觉得蛮棒的。吹风机。吹风机是这个牌子的，也还行。厕所拉开，卫浴干湿分离，简简单单。说真的，我觉得它的厕所空间相对真的蛮大的。我要帮小朋友洗澡，今天这里也很方便，没有问题。可以走进来之后呢，那边已经在亲子时间了。我们今天入住的呢是双人房的房型，1大床，也有2张单人床的，但是我们想说有小朋友，我们就点了那个双人床了。虽然我也没有很想要跟你住啦，好不好？如果你今天是商务旅行的话，这边也非常的适合办公。这个空间呢，基本上用几台笔电，1、2、3、4、5、6，应该可以用到6台笔电的空间大小。还有一个很大的重点，来婴儿车先去旁边，我们要看一下备品的东西。好，茶包，然后咖啡包，正常都是一般的那种冲泡式的咖啡，没有什么太特别的东西。冰箱，冰箱没有半点东西。好，我们今天房价其实我觉得不算到非常的便宜，但是里面没有任何东西。OK， 这边就是水壶，你可以自己去装水，这边都有饮水机。好，我们的room tour就这样结束了。这已经是这个区域里面算 CP 值最高的亲子饭店。你看，我带你来这边看一下，我们放眼望过去，右前方那边就是烟波，然后我们的正旁边那边呢，这个方向呢，不是这个是精英吗？精英应该是左边。左边吗？我们的进来左，这边那边哦，这里是烟波。对，那这栋是什么？这栋是我们刚刚去的那个，我不知道什么上半大楼吧。光是那2间啊，一天应该都是6、7千以上吧。我们今天选和义饭店的原因啊，就是因为它是在台南的正中间，中西区的交通位置，而且啊，它附近非常多的美食。没错，走路就可以吃东西了，所以带着小朋友的话住这边很棒。等一下就带大家去那个操场练兵一下。它的户外空间非常的多，我等一下好好的跟你们介绍一下刚刚房务人员跟我讲的东西，好不好？好，班长，经理。
举手答右。再一次举手答右。右。刚刚柜台员跟我说啊，今天好像也有快闪活动。我们今天的快闪活动就是鸡蛋糕，给你们看。一走到大厅，超级香哎！3点半到4点，好像就有这个鸡蛋糕的快闪活动。你只要报房号啊，就可以来这里免费吃鸡蛋糕了。请问一下，这是只有今天才有，还是明天也有啊？明天会，就是每天的下午都有就对了。对，如果没有意外的话。谢谢，太好了吧！我要带着鸡蛋糕去看许先生他们在干嘛。他鸡蛋糕超级可爱哎！我来到了户外区了，找到我儿子了。妈妈刚刚去拿鸡蛋糕哎，你看，因为我儿子呢现在还是需要被人家操控的时候，所以爸爸呢就可以拿着遥控器，然后旁边比较大的哥哥他就可以自己开了。你被超车嘞！旁边这个水池就是刚刚柜台人员说，如果小朋友觉得很热的话，可以在这边戏水。毛巾也可以跟柜台拿，所以这里是蛮方便的。小朋友会玩疯，真的会玩疯。这一区呢，到晚上11点好像都还有开放，所以如果大家有想要带小朋友来放电的话，这里真的蛮适合的，真的好大哦。它这里的户外空间还有一个非常有趣的东西，就是小火车。好的话，倒数歌要准备出发喽！3、2、1，出发！爸爸陪坐，妈妈吃鸡蛋糕，好棒哦！这个饭店蛮好吃的，这个饭店真的是爸妈的救星，太棒了，太棒了！刚刚在进来饭店之前啊，我还到了附近买了这一间白包奶奶港式菠萝包。我路过这间店已经很多次了，但每次他人都很多，而且他的位置非常难停车。这次呢，终于在进饭店前，我就想说，那不然叫许先生赶快停，我赶快去旁边买一下。买了一个他们最近好像刚出没多久的新品，这个呢是芋泥布丁菠萝包，我自己讲了都想笑，因为真的很浮夸哎，它里面丢了一整颗的布丁。我刚看到的时候想说，哇，天哪，这到底是给谁吃啊？热量炸弹！许先生刚刚搭电梯的时候还问我说：“你买什么口味？”他说：“不用跟我讲，我不想知道，因为他已经闻到芋泥的味道了。它的味道内馅芋泥内馅超级香，里面的布丁呢也是非常厚一颗，这一颗。”好像是卖85块，我觉得不算贵啦，不算贵，毕竟放了一整颗布丁。85块还不算贵，不算贵啊，因为放了一整颗布丁啊，放了一整颗布丁呢。想想看，如果我们去香港吃，就不是这个价格嘞。他好像听说师傅就是香港师傅传承的技术啦，我是不知道。而且这间店呢，我目前只有在台南看过它，它台南好像有3间店，高雄市还没吃过，所以我就很想吃吃看。口味非常多我在现场也有看到，你要吃最单纯的那种夹奶油片的菠萝油，它也有，就是50块。啊，它芋泥呢也有不加布丁的啦，就再便宜10块钱。但是我就是想要吃吃看加布丁的，很夸张。因为我们路程大概有10分钟左右，已经有点被我挤出来了。它的芋泥呢加的内馅也是蛮多的。妈妈，问一个问题，妈妈。你们看它的内馅，它的布丁其实蛮好吃的，很滑嫩，奶味很足的那种布丁。最惊艳的是它的芋泥。它的这个芋泥啊，跟我小时候吃的芋泥蛋糕完全一模一样，就是奶香味非常浓郁的那种复古芋泥。它上面的菠萝皮啊是酥的，没错。但是面包体呢，我觉得正常表现，你不会到太惊艳。反正它的这间的菠萝包的重点啊，就是在中间的馅料。但这一颗呢，甜度有点高哦。它的芋泥本身就是甜的，再加上布丁有一点点甜味。吃起来大概有8、9分甜，是蚂蚁的话会非常喜欢，芋泥控也会非常喜欢的一种甜点。没有，他还是想吃，我赶快把它吃一吃，免得他等一下跟我抢。我们刚刚走经过中西区的防宅公园，我们发现有一间小店，一查一下不得了，它竟然有4.8颗星。
而且它的餐点看起来很好吃，看起来很欠吃哦。是叫做婆婆河粉小馆。我们等一下就走过去看一下到底还有没有位置，因为我很怕吃不到。我们在婆婆小馆呢，今天点了一个婆婆套餐。那婆婆套餐呢，就是可以点一份主食，再加一杯饮料。这样210块。而且它的主食啊，就是各种口味你都可以选。我们今天选的是牛肉河粉。它牛肉河粉啊，我真的觉得台湾的河粉，只要是粤式的河粉，都会很大一碗。你们看这个分量，基本上就跟许先生的脸差不多大哦。汤头很赞。刚刚许先生第一口就先喝他的汤，他上桌的时候啊，会再附一个9层塔跟蔬菜吧，豆芽菜，直接给你加下去。里面呢，刚来的时候就是河粉跟牛肉而已，没有什么其他的东西，算是走清甜派的。而且减脂期的许先生刚刚做了一件好笑的事情，他刚刚在店门外啊查那个 GPT 问说，请问一下河粉算是减脂期可以吃的东西吗？他说不太算，但是至少比白饭跟面好。因为我们之前常吃的那个阳春面啊，是罪恶中的罪恶，最该死的，最精致。但它其实某种程度，河粉也算是精致的部分，但是相对就比较好一点啦。相对好一点。除了河粉之外啊，我们其实点蛮多小菜。我觉得这一间呢，很适合减脂期的朋友来吃。你看我们点的这个是那个生菜卷，粤式的春卷，还有鸡丝凉拌鸡丝，跟这个是柠檬鱼，对不对？但是我看到柠檬鱼啊，我就跟许先生说，你可以吃这一间，绝对可以吃这一间，就才100块而已，真的很便宜耶。他们家的价格非常实惠，而且摆盘都很漂亮，内用环境也非常的漂亮，很舒服。你知道我们现在儿子啊，已经在这里悠悠的入睡了。他刚刚有附一个蘸酱，这个生菜卷、春卷，它有附着蘸酱可以蘸着吃。我觉得它的料给的超有诚意了，里面的蔬菜卡滋卡滋的，又水分很多，再加上它的蘸酱，它的蘸酱本身是那种酸酸甜甜的，你蘸着吃啊，我就觉得哇，好开胃，这好开胃。这个好出的意料哦，我本来以为这一步啊会是比较无聊、够味、健康，no，好险我有点，我本来不想点它。我以为你会不喜欢。对，我觉得它口味非常清爽，然后沾上它那个酸酸甜甜的粤式酱料之后，哇，超级好吃。又有外皮的 Q 度，又有里面蔬菜的鲜脆，再加上肉感汁度，最后这个蘸酱根本就是灵魂，这一道要点，好好吃。如果要来吃柠檬鱼，它的柠檬鱼啊分量也是给的真的不少哎，鱼肉就是这么厚，上面呢就是铺了一些刚刚吃的那些生菜。其实我觉得基本上生菜的组成大同小异啊，但口味跟刚刚的生菜卷有点像，都是非常清爽开胃。不好意思，它是春卷，它不是生菜卷，不要再乱帮人家取名字。比起来的话，我好像还是更喜欢这个春卷，真的超好吃，这一道一定要点，拜托你们。凉拌鸡丝，我觉得我们这一餐好健康，是呢，果蔬。凉拌鸡丝的调味啊，又更不酸了一些。刚春卷的是爽甜的那个酱汁，然后这个凉拌鸡丝啊，它底部都是蒲高丽菜，淋上那种甜甜的酱汁。如果怕酸的朋友，你可以选这一道，我觉得它的调味比较偏甜一些些。这3道小菜都好开胃哦，真的很健康又很好。宵夜时间，我们买了附近的世界炸鸡。许先生好像听说他们的鸡块很好吃，所以他就订了那个鸡块。我是在那个附近搜寻的时候找到一间这个炸鸡，世界炸鸡，它评价很好，在那个夏林街那里。里面大家说它的鸡块有肉汁，很特别。爆汁，我看菜单写爆汁，还真的有肉汁。我必须跟大家讲一件事情，它有一个评论送酱料的活动。原来如此，因为它评分很高，好不好？他们去洗澡，终于到了我享受宵夜的时间了。许先生帮我点了一个是神秘酱，就是传说中的台湾麻酱啦。我刚打开盒子的时候，这个真的是麻酱面的那种麻酱味道哎，我没有吃过炸鸡是沾麻酱的。据说这个口味好像是他们家特色招牌。哇，我好难形容那个味道啊！这个就是我在吃的麻酱面的味道啊，芝麻香气很浓郁。说真的，我觉得它的麻酱很香，非常香。但搭上炸鸡，有一点说不出的哪里奇怪。
因为炸鸡本身就已经是一个比较偏油腻的东西了，很浑厚的味道，再加上这个非常浓郁的酱，你就会觉得第一口吃是好吃的，可是在吃第2口、第3口、第4口的时候，那个腻度可能会一直累积上来。点麻酱的人呢，建议另外一个酱可能可以点一个比较清爽一点的，可能甜酱啊，或者是蒜味酱，这样子可能会比较解腻一点。我今天点的这个金刚水手抓，它是无骨的。如果你想要吃有骨的，你就点他们家的世界炸鸡。世界炸鸡好像就是有骨，但是它一次就是要半鸡，所以你们就自己评估要吃的量啊。我们今天点的这个好像是128块，大概6、7块左右的无骨炸鸡。然后它里面呢是腿肉，虽然说它现在呢已经不脆了，但是呢你吃得到它里面还是有肉汁啊。毕竟鸡腿肉你不太可能干柴。这个如果是现场吃，热热吃，我觉得应该会蛮好吃的。另外一个粉，许先生点的是起司粉，哦，臭香的起司粉，加一点起司粉。我觉得它起司粉比较搭它这个起司粉呢是蒜味起司粉，搭配在炸鸡上面呢，就是你想象中的那种炸鸡有蒜味的炸鸡，蛮搭的。只是粉我觉得给的比较少一点，如果我整盒都要沾起司粉的话，这个量好像有点稍微少一些些。口味上面呢，我觉得麻酱太腻，加起司粉很刚好可以。腿肉呢是很嫩的，但是外带就有点冷掉了，就不酥了，有点可惜。很好奇他们爆汁鸡块，许先生好像说蛮好吃的，把它鸡块沾着麻酱吃一下。麻酱跟鸡块有点不搭，就是我觉得麻酱可以不用点，点起司粉就好，起司粉比较搭。我觉得他们家的炸鸡呢，小可惜就是外带真的都是不酥不脆的。建议这种东西呢，还是现场吃，或者是你饭店真的非常的近，因为它附近呢，许先生刚刚找的停车位还花了一点时间我会比较期待在现场吃的味道。外带有点冷掉了。